自從這一台純電動法拉利，史上第一台純電法拉利的樣子公布亮相以來啊，在網上可以說是掀起了千層巨浪。幾乎我可以講，我目測看到的呢，99.9% 都是排山倒海的批評史上最醜的法拉利啦，最離經叛道的法拉利啊，最沒有靈魂的法拉利啦，最不像法拉利的車子啦，根本沒有資格代表法拉利啦，各種聲音，各種你知道嗎？批評的聲浪，而且是很不留情的，尤其在有 AI 的加持下，现在的互聯網啊，大家在批評的時候是更多的東西去 loot 它這樣子啦。當然我覺得我需要做這支影片來解釋，或者說來分享一下我的真實看法，因為上一集影片其實是在非常多的限制，或者說在非常多不這麼完整的情況下表達出來的，所以我覺得這支影片我要鄭重的表達我的立場 ，OK， 它醜不醜，它好不好看，我要郑重的說明。那因為這一回我就非常有這個非常難得可以代表馬來西亞到意大利羅馬去出席這個對法拉利來講啊，應該是有史以來最盛大的一場活動之一，一場汽車發布會之一，因為它是一個 no cylinder 的法拉利 ，right？ 我們已經從V12、12氣缸、8氣缸到6氣缸等等 ，OK， 所以史上第一台完全沒有 cylinder 沒有 engine 的法拉利。那從78年以前法拉利進入賽車事業等等，一直都是有着 cylinder 有着活塞有着氣缸，那這是第一次放下這些東西，他們要走出一條新的路所以我這一回在意大利待了前後有1個星期的時間，然後我們前後也跟這個法拉利路且的工程師、底盤工程師、電池工程師空氣力學的工程師，包括設計師 ，OK， 就是我們有見到了這個 Mark Newson， 還有 Johnny Ive 的兒子有到場啦 ，Johnny Ive 身體不適當然法拉利的 CEO 等等全部都有在現場，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因為現場在這麼多國家、這麼多市場裡面有的國家比較多人出席，但是馬來西亞就一位啦，然後我就有這個機會深入的去了解這台車子。所以我在大家看到那個照片之前，大家開始說他，開始批評他的3天前，其實我已經看到他長什麼樣子。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般上我們平時在外面，不管是去 cafe 還是在機場，有時候一坐下來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連 public wifi， 但其實這樣子做是很危險的，因為這些 public wifi 通常都沒有加密，任何在那組 wifi 上面的人都可能看到你的 data， 包括你的密碼，還有你平時上網做些什麼東西，而且現在很多網站和 App 呢都會偷偷 track 你的活動，收集資料來給你 targeted ads， 甚至會影響你買機票、訂酒店時候會遇到價格歧視。這也就是為什麼我一直都有在用 Surfshark， 因為它不只是一個 VPN， 而是一套完整的網絡安全工具，可以保護完你所有的網上活動，還會隱藏你的 IP address， 讓你的上網記錄變得很難被追蹤。當然我覺得 Surfshark 最實用的地方就是它只需要1個賬號就可以 protect 完你家裡所有的 device， 完全沒有數量限制，而且那個 app 的界面非常簡單，一個 click 下去就搞定。所以如果你也想要網絡生活更安全，可以點擊下面資訊欄的 link surfshark.com/mycarplus 或者輸入折扣碼 mycarplus 可以享有額外4個月的使用期。最重要的就是他們有30天的退款保證，如果不滿意的話隨時可以退，大家可以放心的去 try。 那個 link 我已經放在 video description 的最上面，現在就馬上點擊 Let's go。 我覺得這個 Ferrari Luce 對我來講呢，它的造型是 radical， OK， radical 是激進很前衛等等。但你問我它難看嗎？它醜嗎？我不認為它醜，我不覺得它醜，真心的 OK。 我在那邊3-4天，從第1天看到它，第2天看到它，第3天看到它之後，我開始對它有一點改觀 OK。 尤其是我跟這個空氣力學的總工程師聊天過後，他展示了我們它的 airflow 怎麼走。因為其實這個車子它是一個 glass house 來的，它是一整塊玻璃再 wrap 上一個鋁合金的部件，所以它是由2個部分組成的。它是一個流線型的電動車來的，就跟市面上所有的電動車沒有兩樣。如果 Ferrari 要偷懶， Ferrari 要懶惰，它大可以這樣子做，但是它沒有這樣子做，所以它還是完全以 aerodynamic
要電車要有法拉利超跑的 aerodynamic 這樣子的方向去設計，去跟它 wrap 起來。那裡面的話就不用多講，因為裡面的這個方向盤等等，其實早在幾個月前就已經全球亮相給我們知道，是由這個 Sir Johnny Ive 跟 Mark Newson 的 LoveFrom 公司打造了這個東西，所以我那個東西是 soft landing，只是當然對絕大部分，我覺得 99% 的觀眾來講，它都是一個 hard landing 的，那個就是這樣撞下來了，就是 what the WTF 呢 ？What the fuck is this 呢？這是什麼東西來的？完全是毫無預設，毫無心理準備。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啊？其實我早在去年10月的時候，我就有到意大利出席了 Ferrari Luce 的技術說明會。所以那一支影片，我們已經知道 Ferrari 要造電動車，它是一個4個馬達的電動車，它是一個122 kWh 在馬拉內羅法拉利總部組裝的電池。所以在去年10月，它就已經打了這個預防針，告訴你這不是一台找一個設計師來設計的一台的body EV。電動馬達 ，3萬個 RPM 轉速的這個電動馬達，4個電動馬達，整個底盤包括那個底盤的 aluminium 的膠冠，這個膠柱都是在馬拉內羅完成的。這麼多的 component 都是 made in 馬拉內羅的，所以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東西它長得像不像過去的法拉利，這個正是法拉利要走的這一條路。OK， 很多人就會講這樣難看、這樣醜的車怎麼會通過審核？怎麼會通過法拉利內部的？這個車子它並不是要取代什麼車子。它不是要來取代 V12， 它也不是要来取代 V8， 它也不是要來取代 V6， OK， 它不是要取代GT， 它也不是要取代 SUV type 的車子，它也不是要取代雙門跑車，它沒有要取代任何東西，它是一條全新的賽道 ，OK， 它是另外一個。你問我的話啦，我甚至覺得這個 Ferrari Luce 它已經可以達到一個子品牌的 level 了，因為確實你是一個有78年 Racing Heritage。有 racing history 的一個品牌，WEC，Formula One， 然後你知道我意思嗎？所以我覺得，對於死忠的 Ferrari 車迷來講，這是一種背叛，這是一種背刺，覺得哇，這麼我從小的夢想車，我的 poster boy， 你知道嗎？這麼這個車子沒有這種感覺，它沒有會讓我想要把它掛在海報上、掛在牆上，的那種衝動的那種激情。我真的不覺得它不好看，其實我在影片裡面講到的，我喜歡4元尾燈的這個造型 ，OK。然後車體的話，這個也是引起一個最大的撻伐，最大的評論，就是因為這是史上第一台5人座的法拉利。可能大家不知道這個幕後花絮，就是其實我在我真正看到車子，在我開始講解之前，大概24小時前，我就收到了一份東西，就是關於那個車子的 dimensions， 它的車長、車身長度、寬度、高度、軸距多長，然後文字的形容。但是很困難的就是我要在不知道這個車子長什麼樣的情況下去準備我的演講稿，去準備我要怎麼樣介紹這台車子。所以我從那個 dimension 我拿它來跟布洛桑軌做 compare， 所以我已經知道它是一個會比布洛桑軌長，軸距比布洛桑軌長，車身比布洛桑軌長。但是車身高度比布洛桑軌低，所以我已经知道它不具備休旅車的高度，它不具備 SUV 的高度 ，right？ 但是我沒有想到的是，我覺得它可能會是像Ferrari FF、Ferrari GTC4 Lusso 這樣子的 ，maybe shooting brake，maybe fastback， 你知道嗎？可是當我一現場的時候，我看到這個車子的時候，首先最震撼我、最令我 Oh my God 的是，不是因為它的 front grille 那個 black mask。就是我們已經在有些心理準備了 ，OK， 我們看過 Dodici Cilindri， 我們看過這個849 Testarossa， 包括 Ferrari F80 都有這樣子的 black bar， 只是呈現的方式不同，這個更加的 radical， 它的面積更大，車身更重，所以對於空氣力學的要求更加大，包括它要這樣子去回電啊、充電等等，這個就是用 aerodynamic 去充電，懂我意思嗎？ So我自己比較嚇到的是，它居然走了一個接近 sedan 這樣子的造型，尤其在西比勒下區那邊，所以這個是我蠻驚訝的，因為它完全不像史上任何一台法拉利。OK， 我更加 care 的是它的 body type， 所以為什麼我那一期影片並沒有花時間去講它好看不好看，形容它的東西等等，因為我只有15分鐘來做短，就是直的影片跟15分鐘。那一般上像這個一般普通的車啦，類似Honda Civic 啦、Honda Accord 啦。一台新一代的Honda Accord，如果你給我單純只是介紹而已啦，我至少要2個小時才能夠把車子拍好講好 ，OK？ 那如果是複雜一點的車子呢，像這種 level 的車，我至少要5-6個小時
在棚裡面，然後才一個一個地方去講它。尤其在我沒有看到它的情況下 ，right？ 所以我只有1/10的時間來去講解那台車子，因為後面還有很多國家，有英國、有美國、有澳洲、有日本、韓國各個地方的武林高手都在現場準備要拍攝那台車子，而且我們也不能夠選顏色嘛，所以那就是落來的白色白色啦，黃色黃色這樣子，所以很明顯，它是一台完全不屬於任何產品系列的，它不是 GTB 車型，它也不是 GT 車型，所以很明顯這一台車子它並沒有要取代誰，也沒有因為這台車子出現就淘汰掉 V12、V8 還是 V6 都有在賣。你要買 V8 go ahead， 你要買 V6 go ahead， 你要買 V12 go ahead， 暫時也沒有這個跡象顯示他們要 face off 掉這些車型，要 discontinue 掉這些燃油車，沒有 ，it's just another options。Yeah， 它很激進，它很前衛，它走得太前面，它走的你知道嗎？它走的違背了法拉利過去的那種racing 啦、engine 啊等等。Yes， 這個是你可以批評，你可以講什麼，但是你要清楚知道這個車子是要賣給誰。它很明顯就是一個 everyday Ferrari。那更好笑，很多人就講，小米比它快 ，Tesla 比它快。Hello， 它4個電動馬達，然後這4個電動馬達都是在馬拉內羅組裝的 ，OK， 所以這4個電動馬達要做到2000匹，不是它可以或不可以的問題，是已經沒有意義了，已經沒有意義了。我最早接觸法拉利的時候，我從500多匹開始 ，OK，500匹、600匹、700匹，到我最近比較熟悉的800匹，也就是在296 GTS、296 GTB 到296 Speciale 這樣子的800匹 ，OK， 我在Fiorano 賽道，我在公路去跟800匹做朋友啦。然後到後來SM90 Stradale 1000匹，然後849 Testarossa 也是1000匹，所以我覺得已經到物理極限了，很多東西已經到物理極限了，因為你要給它2000匹，你相應的你要給更多的制動的系統啦、剎車系統等等，所以 it doesn't make sense at all。OK， 那很什麼的，就是因為過去法拉利一出來讓大家知道就是 3.8 秒、2.9 秒，這個車可以做到 2.5 秒，這是 layman term 來的，你一看就懂了，你甚至不要知道這個車子的細節，它怎麼樣做到它多少氣缸，它就是快。但現在這個權力的轉換，就像我在介紹849 Testarossa 的時候，我有講到，當我在5年前介紹 SM90 Stradale 的時候，整個市場上超過1000匹的車子不到5台，我講的是量產車啊，不是那種手工跑車啊。到849 Testarossa 這短短的4-5年裡面，市場上超過2000匹的車子，差不多10台啊。OK， 不管是電動車，不管是汽油車啦，超過1000匹的車子至少有25台。然後在做這個 Ferrari Luce 之前，工程師幾乎把市面上所有的高性能電動車都試了一遍，外觀造型也拿來參考，所有東西都看。所以他們，你要知道你是一個 Ferrari 的車主，你是一個 Ferrari 的車主，然後你家裡面有 Bio Superfast， 你家裡面有430 Scuderia， 你有450 Italia， 所以當你看到 Luce 的時候，車主們一定是失望的，一定是 What the heck WTF WTH， 一定是這個想法，這很正常的，因為本來這個 Luce 它都是一個獨立的一條 line 來的 ，OK， 因為從他第一天跟你講，他找 Sir Johnny Ive 跟 Mark Newson， 從第一天這個 Ferrari Centro Stile Fabio Manzoni 他去找他們來合作的時候，你就已經知道這個車它不會長得像現有的法拉利。比如講我覺得這車子真的是不錯啊，它確實有一些可取之處，它不見得美，它不見得好看，它不見得讓人第一眼就喜歡它，但它是言之有物，它是有道理的一個東西，它是有它的 philosophy， 它是有它的工程學在裡面的 ，OK。但是如果我只要在網上這樣子有稍微我覺得它不錯啊，你收了錢，你被收買了，你違背自己的良心。為什麼現在的互聯網就是非黑即白 ？Is thumbs up or thumbs down？為什麼不可以呢？為什麼網絡上容不下這個聲音呢？你可以有1000個批評的聲音，可是只要有一個人講這個車子好看，反正那個講好看的人會被你們批評，會被網爆。為什麼需要這樣子？有需要這樣子嗎 ？OK， 它是一條新的賽道，一個新的客戶群，一個5人座的法拉利，一個適合每一天用的法拉利，一個可以沒有聲音也可以有聲音的法拉利。OK， 它背後有很多的東西，我已經盡能力作為一個橋梁。汽車品牌到觀眾之間的這個東西，讓你們去知道這個東西。只是其實我3天前在車子發布3天前，我就已經預料到會有這個局面，但確實在真的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時候，那個批評是比我原先預想中的多出好幾倍，甚至好幾十倍的。
我驚訝的是，我知道人類是與生俱來就是以貌取人的。我們講 Don't judge the book by its cover， 給我明白的。你看到一個很醜樣的人，你就不想跟他講話了啦，你還去問他喜歡吃什麼，問他什麼星座，不可能的嘛，他一定是 first size， 哇，他很美。我跟你聊天，我才想要認識你，我覺得這個是 OK 的，這是人之常情這樣子的。但是的問題是我已經讀完那本書了，所以我不能夠用看到封面的人的角度來跟你分享那台車子，你懂我意思嗎？所以，我覺得 Ferrari Luce 是一個很 radical 的東西，它是一個讓人討論、讓人嘲諷、讓人笑、讓人謾罵、讓人批評各種東西都好。但是回到最後，我覺得這是一台很勇敢。這是一台很大很重要的決定。也所知，它股價下了，市場對於這個東西的反應普遍消極。但車子不是 launch 來賣一天的 ，OK， 它是一個長跑，它是一個馬拉松。而且對於未來的整個趨勢的變化來講，我覺得現在你下那些很狠的東西都只是言之過早而已。所以我只是要給大家分享一下我對 Ferrari Luce 這個東西它的這個我在上一期影片沒有提到的東西啦，所以大致上是這樣子。有什麼東西我們繼續的跟大家討論分享關於這個史上第一台純電動的法拉利電動車 Ferrari Luc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